之前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又给俄罗斯带来了一波惊喜。这次的亮点无疑是用爱国者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虽然爱国者防空系统早已在全球范围内闻名，但这次能够拦截这样一款速度超快的高超音速导弹，确实让人大开眼界。这是全球首次实战拦截匕首导弹的成功案例，让人不禁想问：这究竟是爱国者系统足够强大，还是说匕首导弹本身的问题呢？首先，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难度极大，因为这类导弹不仅飞得快，而且具有极强的机动性，飞行轨迹也变化莫测。尤其在接近目标时，常常不按常理出牌。传统的拦截手段往往力不从心，而普通弹道导弹因为飞行路径比较固定，雷达能够有效预测其运动轨迹，因此拦截相对容易一些。相比之下，高超音速导弹的快速机动和复杂轨迹，使得传统防空系统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为了拦截这样的导弹，防空系统不仅需要具备超高的速度，还要有足够的机动性，才能够在目标高速移动的过程中做出及时反应。但至今，没有一种防空导弹能在速度和机动性上完全超越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次拦截成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俄罗斯的匕首导弹其实并不如宣传的那样具备真正的高超音速能力，或者它的实战表现并没有达到预期。毕竟，匕首导弹虽然宣称可以达到10马赫的速度，但在实际作战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性能差距。第二种可能是美国的爱国者系统已经得到了显著升级，尤其是从 PC2 版本提升到 PCA3型，这意味着它的雷达和导弹拦截能力大幅增强，能够有效应对高速移动和复杂机动的目标。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次事件都给了大家一个新的视角，展示了现代防空系统在应对高超音速威胁时的潜力，也让人对未来的高超音速导弹拦截技术充满期待。匕首导弹是俄罗斯首款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由米格杠31战机携带，最大射程可达到2000公里，飞行速度高达10马赫，主要用于打击地面和海上目标。它的前身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虽然从80年代就开始研发，但直到2006年才开始大规模装备。然而，由于中导条约的限制，伊斯坎德尔的射程被限定在475公里，飞行速度约为6至7马赫。虽然它能进行弹道修正，但命中精度大约在5至7米之间。为了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取得领先，俄罗斯将伊斯坎德尔导弹作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改良，最终研发出了匕首导弹。虽然匕首导弹达到了高超音速飞行，且被宣称能够突破任何反导系统，但实际上它在飞行的初期和中期仍然保留了弹道导弹的一些特点。这意味着在飞行过程中，它有可能被反导系统拦截，尽管它在飞行的末段具备增强的机动性，速度也会有所下降，从而增加了被拦截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来说，匕首导弹更像是一种机载的空射弹道导弹。这种类型的导弹并不新鲜，冷战时期，美国的 AGM-69 和苏联的 K-15导弹就属于这一类。然而，这些导弹都使用了核战斗部，并且其飞行速度和射程都相对较低，因此已经被淘汰。匕首导弹在设计上与伊斯坎德尔非常相似，尤其是在弹头的双锥体外形上几乎一模一样。它的总重量接近4吨，弹头的重量大约为500公斤。米格杠31战机可以携带1枚匕首导弹，而图杠22轰炸机则可以携带4枚。未来苏杠57战斗机也有可能成为匕首导弹的搭载平台。匕首导弹的飞行轨迹与一般空对空导弹有所不同，它发射后会形成一条抛物线，先飞升至高点，然后利用惯性向目标进行快速攻击。虽然它能够达到超音速，并且全程在大气层内飞行，但与真正的高超音速武器相比，匕首依然存在一些差异。总体而言，高超音速导弹虽然在速度和机动性上占据优势，给传统的防空系统带来了很大挑战，但它们也并非无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战术创新，未来有可能会出现有效的拦截方法。而匕首导弹被成功拦截，也表明防空技术正在不断进步，特别是在应对新型威胁方面的能力。当前，全球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可以分为2大类：助推滑翔型和巡航型。
助推滑翔型导弹，如俄罗斯的先锋导弹和美国的 LRHW 导弹，使用弹道导弹作为助推器，将滑翔飞行器作为导引头和战斗部。这种导弹的飞行轨迹有些类似于打水漂，具有独特的特点。美国空军的 AGM-183 也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类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它的飞行方式与传统的巡航导弹或者飞行式反舰导弹相似，主要特点是飞行轨迹较为平直。与此类导弹相关的技术难点在于其推进系统通常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波音的 X-43 和 X-51胜波者试验机都使用了这一技术，其中 X-51在4次试射中成功2次，最高速度达到了5.1马赫。俄罗斯的 3M-22 导弹则是已知的首款投入实战使用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速度超过了5马赫。与这些巡航型导弹相比，俄罗斯的匕首导弹其实更像是一种伪高超音速导弹。虽然它依靠米格-31战机达到了高超音速，但其最快速度主要出现在高空飞行阶段，也就是在助推阶段。到了导弹的末端飞行阶段，因重新进入低空时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并且需要变轨寻找目标，速度降到了超音速水平，大约为5马赫左右，和常规的超音速导弹相似。在防空技术方面，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发展到了第3代，性能有了显著提升。最初的爱国者系统采用直接碰撞的方式进行拦截，但这种方法的成功率较低。为了提高拦截效率，美国进一步开发了第2代爱国者防空系统。这一系统不仅优化了雷达搜索算法，增加了拦截弹的发射距离，还把拦截方式从直接碰撞升级为破片式拦截。拦截弹中的预制破片重量从原来的2克增加到45克，这大大提高了其对战术弹道导弹战斗部的破坏力。通过计算来袭导弹的预计弹道，爱国者系统能够让拦截弹在敌方导弹附近爆炸，利用爆炸产生的破片摧毁敌方的弹头。尽管高超音速导弹在速度和机动性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随着防空技术的不断发展，像爱国者这样的先进防空系统已经能够应对这种新型威胁。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其持续的技术优化和升级。最初，第2代爱国者系统于1987年首次测试，并在1990年开始装备美军，恰逢海湾战争期间。随后，1996年推出了更先进的制导增强型版本 104D， 该版本升级了导弹的动力系统、引线以及 C 波段前置接收机，显著提高了射程、射高和制导精度，使其能够拦截射程可达600公里的战术弹道导弹。进一步的升级版本分为 GMP 和 GMC， 分别针对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并配备了全新的制导头，专门用于有效应对低空雷达横截面较小的目标。GMC 还引入了新型引线，特别优化了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提升了对低雷达横截面目标的灵敏度。这2个版本合称为 JM 架，并于2002年11月开始服役。全球范围内，第2代爱国者系统被许多国家广泛装备，包括德国、沙特、日本等国。而第3代爱国者系统则对整个防空系统进行了大幅升级，包括导弹、雷达和制导系统的全面改进，分为多个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是 POC-3 的最终型号，具备更远的雷达探测距离、更高的拦截弹射程和更快的拦截速度，且拦截方式由原先的破片杀伤改为动能杀伤。此外， POC-3 的导弹外形和重量也有显著减小，原本一个发射单元可以携带1枚导弹，现在可以装备4枚 POC-3 导弹。POC-3 拦截弹的速度可达到5马赫，专门设计用于拦截射程可达1300公里，速度为10马赫以内的弹道导弹。2022年4月，乌克兰接收了一批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虽然具体型号尚未公布，但已知这些系统由美国、德国和荷兰提供，每套系统需要大约90人来操作和维护，每枚导弹的成本大约为400万美元，而每个发射台的成本则为1000万美元。乌克兰军队此前使用的是 POC-2 型号，这次接收的是否为更先进的 POC-3 型号仍不清楚。在北约的持续情报支持下，乌克兰成为了现代武器系统的实战测试场。这为爱国者系统在未来成功拦截如匕首导弹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提供了可能性。有分析指出，
匕首导弹被成功拦截，可能与其自身质量问题相关。俄罗斯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频繁曝光，比如 T-90坦克引擎被非法倒卖，普里戈金将军以撤军威胁克里米林要求补给弹药等，暴露了俄军的内部不和与混乱。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匕首导弹的电子元件出现更换，进而影响了其性能。此外，匕首导弹头部所使用的看似水泥的材料，实际上是热解碳。这种材料具有极好的耐高温特性，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在导弹高速飞行时，由于空气摩擦会产生极高的温度，因此使用热解碳包裹战斗部，避免其在飞行过程中因过热而爆炸。目前，乌克兰的防空战役依然在激烈进行。基辅已经成为全球防空网络最密集的城市之一，配备了近程、中程、远程3层防空系统，并且还得到了以色列提供的先进导弹预警系统。西方的先进防空技术已在乌克兰得到全面部署。爱国者系统的成功拦截匕首导弹，也证明了这一点。乌克兰的领空防空网有力地抵御了来自俄方的空中威胁。然而，俄军在克里米亚击落了2枚乌克兰雷霆2战术导弹，显示出双方在防空战斗中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场战争的进展依然充满变数，值得持续关注。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